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穆迪，欢迎回老频道。今天是12月份的购物分享，一个新包包要开箱。这个包包在我的 wish list 上好久了，最近出去旅游把它买回来。先分享我今天脖子上戴的这个首饰品牌，有没有很特别？款式很新颖，绝对不会烂大街。品牌是 Mia Mina， 一个很凸显个人气质的、像个性化定制的首饰品牌。我最爱的就是我现在耳朵和脖子上戴的珍珠项链，配上这个女王硬币，很高级精致的感觉。它是用天然白色的巴洛克珍珠，而且它的吊坠是不规则形状的，很适合你搭配一个像低胸抹裙或者出席宴会的时候戴。Mia Mina 全部都是纯银厚电镀 18K 金的，不容易脱色，而且是抗过敏材质的，对敏感肌很友好。我用任何不是镀金的，我都会泛红。那他们家的首饰完全没有这问题，包括耳朵也是纯银的。耳环我配的是一个珍珠气泡吊饰耳环，可以看到吗？它不像一般的珍珠耳环只有一个珍珠而已，它上面还有金色小球和珍珠相间，而且它还蛮日常的，就任何穿搭戴它都不会出错，就很简单的像裙子啊，度假的彩色的裙子呀，搭配这种珍珠耳钉也很美。然后是现在很流行的复古的绿宝石项链，它是融合了玉、石英、天然的珍珠，很复古优雅的感觉。你看旁边这个玉石也是这种不规则的，这种像石头一样，就很天然，像你自己手工 DIY 穿出来的感觉，非常适合去旅游。这次我去海岛国家去玩的，我都带了它，而且很方便很舒服，不会很重。然后就是很上镜的环形耳环了，它稍微有点设计感，它是华夫格的图案，是菱形的设计，有一定的宽度，上镜会很好看。尤其像我拍视频啊，或者你去参加个同学聚会什么的，很简单的衣服搭上它也会很出挑。这个我想经常会在我的视频出镜很特别的环形耳环。最后一个非常优雅的一个也是珍珠耳环，但是它是吊坠式的，它用底下的这种十字的金属好像托住了这珍珠，非常的自然流线型。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珍珠耳环的设计啊！你戴上它，别人绝对会问你这个耳环是什么牌子的？美。Mia Mina 也很适合送礼，他们家寄来的时候都是有礼盒包装，有送绒布袋，你可以放小首饰平常放在包包里，比如说你耳环不想戴了，你摘直接放在里面也很方便。然后还会送这种可擦拭的这种绒布，正好圣诞了嘛，我觉得送礼或者新年送礼是一个很拿得出手的礼品。然后现在圣诞促销是买3件有1件是65折，买5件呢其中1件是免单，全场还可以叠加我的专属折扣码，有一个全场的85折，叠加刚才的折扣 Moody 15。迫不及待和你们分享我新入的包包，是这次我在夏威夷旅游的时候买的。他们家的圣诞限量礼盒太美了，太美了，绝对是值得收藏的。你看这个蝴蝶图案没有？太美了。这个包我已经用过1周了，和你们假装来开箱一下。夏威夷的价格是比本土要低的，就比美国这边本地是要大概低个10%，然后它的税也是比美国这边低个3%、4%这样子。我们先说包包，再看价格，就是这个迪奥的老花饭盒包。我是看小红书上迪丽热巴还有江疏影他们都有背同款。我特别喜欢帆布包很轻便，很好拿。尤其当了妈妈之后，我的皮包基本上都不用了，因为皮质的还是比较沉。如果你又不能斜挎的话，平常拿在手里很不方便。所以我最近我所有的包包都没有碰了，一直在用一个很破很旧的帆布包。买包的终点好像都是帆布包。好，那它就是这种设计，是 oblique 的花纹。他们家最经典的老花的帆布是刺绣的深蓝色刺绣，然后它前面有一个 buckle， 可以
系上的扣子，然后上面是 CD。你平常其实这个是不用打开的，你就给它系上就好了。它最让我喜欢一点是它旁边有马蹄扣，马蹄的环形扣，你可以自己往上放你喜欢的肩带，你可以把它作为肩背或者斜挎。然后我买了一个肩带，其实我很早就买这肩带了，因为我一直都想这个包包嘛，我就是想斜挎呀或者肩背。这个肩带是可以两用的，这个肩带就超级的实用啊，平常出去都是这样，逛街啊什么都这样背。那如果你想参加晚宴什么的，你就这样拿着手拿，这样拿着也是很好看的，颜色也很适合秋冬季。然后平常像夏天背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它的颜色是很中性色嘛，老花花纹经久不衰。它的全名叫 Million Travel Nomad Pouch， 我是在阿拉莫阿纳 Mall 里面买的，我没有在 Waikiki Beach 那条主街上。据说 Mall 里的人态度会比一条主街上好一点。夏威夷的 SA 小哥哥特别的亲切，当时接待我的还是一个华人的 SA， 看起来很有礼貌，气质很好的那种，我就找的是他。我当时去店里，他是没有这款包放在货架上的，我是找了店员问了，他从后面库存拿出来的。Oblique 花纹呢是只有一个 size， 它还有一款像动物园图案的那种，那个就是帆布的，它就不是刺绣的了，那个比这个还要低500刀，那个价格真的很划算。如果你要送礼什么的，其实那是一个很好选择。只不过说那一款它的二手市场的价格我有查，没有这款保值，老花的保值度还是不错的。说一下价格，如果在美国这边是税前1950美金，然后再加上我们这边大概是8%的税，但如果在夏威夷，它的价格只要1850美金，就已经减了100刀，然后它的税是4.7%，所以价格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的。然后又不像欧洲，你带回来要去备税啊什么的，我就是完全拎着这个纸袋上的机场，也没有关系，没有人去查，因为都是相当于美国本地嘛。然后我们来翻包吧，看看我里面都装了什么。好久没给你们拍这种 What's in my bag 的视频了。那一定是有手机啦，手机我特别喜欢这个手机壳，它是有镜子的。像我出门的话，我不会带补妆的粉饼什么的，就带一个手机，照个镜子什么的也很方便。很好看的手机壳，这我在 Temu 上买的吧，我记得。然后是我的眼镜，这其实不是迪奥的眼镜，是我最爱的蕉下的墨镜。去任何地方戴上它，你就是明星，1秒上镜。这个墨镜我已经推过很多次了，从今年夏天一直推到，我估计会推到明年夏天，这么好用，超级的轻便无感，好像你什么都没戴一样。好，而且很显脸小，有没有？看我这颧骨都被它缩起来，收缩。然后是钱包，是卡包，爱马仕的那个 Calvi 的卡包，这我是在官网上买到的。我去店里问他们，很明确告诉我没有，很明确跟我说你去网上刷吧，网上经常会出。我就买了这个，颜色也是我最爱的金棕色，它超级能装，真的很实用啊。一边你可以放你的纸币，放钱，然后一边是放卡，可以放很厚的卡，它都不会合不上，它就很简单，一合就好了。质地是 Epsom 的皮质， Epsom 很耐刮，你怎样看怎样刮它都不会出痕的。这卡包我都随手丢。护手霜，这是我今年回国的时候好像淘宝买东西送的，我感觉还 OK 啦，可以用，马上用光了。Hand sanitizer 干洗手液，这个是 Pharmacy 之前出的一款啊，一个干洗手液。我比较喜欢这个瓶子，因为这个瓶子不漏啊，我觉得很好用，然后也蛮小的。如果我用完了，我会把家里大罐的干洗手液往里装，然后继续用。纸巾，在美国好像不太需要纸巾，我这个纸巾放进去以后都没有打开过，因为基本上你去酒店呀、去饭店啊什么的都会有纸，所以也不太需要，就放里面吧。
然后就没有啦，就是一个化妆包啦，看空空的，里面是这种白色的内里，我感觉还好，不会说很不经脏啊什么的。我是不太喜欢用内胆包的，内胆包很占空间嘛，然后拿东西也很不方便。我喜欢干脆就包中包这样子。我一般出门的话，如果化妆呢，我会带一个粉饼。那最近用的是香缇卡的粉饼，很好用。色号是 Shell， 它是有点偏白的，它上底妆还有补妆都很美。但它的遮瑕我觉得没有我之前用 Bobbi Brown 的那个 Pale Yellow， 是那款羽柔粉饼。Bobbi Brown 的羽柔粉饼遮瑕力要比它再强一点。但有一点好的是，香缇卡你怎么叠它都不会卡粉，粉质超级的细啊，不愧是粉饼之王。然后里面都是一些唇膏啦，第一个是近期最爱 Summer Fridays 润唇膏，有色润唇膏。颜色是 Brown Sugar， 这颜色会给你加深你的唇色，立马提亮肤色的感觉。Brown Sugar 是有点偏棕色调的，味道就是 Brown Sugar， 甜甜的，很圣诞气息。然后是一个带防晒值的润唇膏，日本的这个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是抹茶润唇膏，曼雪雷敦的，带 SPF 25。平常如果出门大白天大太阳的话，我补防晒的同时，我也会补一下嘴唇的防晒，因为嘴唇的防晒是很容易忽视的，而且如果你真的晒伤了，很可怕，你的嘴唇会起泡啊，过敏我感觉恢复的时间要比脸还要长。然后是一个补妆用的防晒，是资生堂的这款 Vita Clear。这也是买东西赠的，我就放在包包里，因为很小一支嘛，大家很方便。如果单用的话，我不会用它，因为它还是有一点油腻的，而且美系防晒它的防 UVA 的能力一般。最后一个我最爱的，又有颜色又可以润唇，多合一的口红，就是倩丽的这款101奶茶红棕色，1秒涂上气场全开，但是它的效果就是润唇膏的感觉。你之后再怎么喝水吃饭，它掉了之后都不会让嘴起皮，也不会让唇纹更凸显。我这次去香港买的，买上它以后，它就在我包包常备了，我是不会替换任何唇膏的，它一定在里面。好啦，就是这些啦。希望你们喜欢看今天的购物分享，还有我的包包有什么。喜欢不要忘记点赞、关注我的频道哦。我马上会出年度爱用品，年度护肤爱用。我们下期见。